这一次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用俺老家的酒馆银元换了朋友一块龙阳。哦，这一次我赚大发了。哎呀，你换了这个龙阳，这还不是常见的，这个是浙江银元，这个是样币。难道你没发现这个龙阳和你另外的这几块袁大头，它外边的包浆不一样吗？我发现了，我的这些银元是普通的。哦，我朋友这块银元龙阳是一块味道币。哦，贵就贵在它的包浆上。你这说的对也不对，我跟你明说吧，你这几块袁大头，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，这种包浆是属于传世品相。而你的这个浙江的这个样币啊，你看它的包浆，我看很富，品相确实是不错，就像是未流通的状态。你刚才说这一次赚大了，我看你这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啊！你这形容词用的不妥吧？我都上网查了，我这朋友在浙江龙阳这一块这个不便宜啊。那是嘞，那如果真的是真的，肯定不便宜，好像一块得大几百万吧。既然这个银元是你朋友的，具体的价位他应该比你知道啊。如果真值几百万，他不可能给你换这几块普通的大头啊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不会傻到给别人换大头啊。这不是事出有因吗？哦，是我朋友玩的银元都是贵的。哦，他要换几块便宜的送人，正好我捡个大漏。那捡漏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告诉你，但凡是玩这种裸币大真的啊，10有8九都是国宝榜。国宝榜啊，大多数购买的渠道都是地摊儿。你想想，既然是大真银元，首先它必须得入皮盒，有了身份证之后啊，你从拍卖公司拍出来，这才是真币啊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找开金店的老表验过了，含银量在89%，和以前的银元基本上保持一致。基本上保持一致，你这句话说的有点过了。你去金店检验含银量，一点用都没有。那你看过去的银元含银量配比，用现在的机器也能做出来银元。关键是银元它只有老了，过去发行的才能卖上价。我看你比我也专业的啊，所以我也想让你请教一下。反正这银元我都拿了，你看看我这一块东西能挣多少钱？哎呀，这个碰到这种裸币银元啊，你不要想着去挣钱。你只要想着不赔钱就行了。就说你这些袁大头哈，这说实话，这都是常见的年份，然后也没特殊的版，无伤无戳。但袁大头暂时没有版，它就是通货品相，不显山不漏水。你这9块是9000的市场价。但那朋友这个浙江样币龙阳啊，虽说是样币，样币是没有发行过的银元，当时也就简单的做了几个样品。这个存世量肯定是少了，全世界范围内可能固定了也就那几十块吧。都知道物以稀为贵，但是首先你得鉴定为真币，入盒有一定的市场价。而你这个是裸币，鉴定啊，你只是去金店鉴定它的含银量，那确定是银的，但是币面包浆我看很浮不牢，压力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这还没有你这几块袁大头这看着舒服了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是别跟那朋友换了。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但是我在网上已经找到买家了。咋说？他愿意给我出300万。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。你找的肯定是那些鉴定的拍卖公司，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，给你估的价都是虚的。这个借估高价之名啊，行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用为主。因为你这个银元是真银假币，市场价也就200块钱左右，怎么可能会给你300万呢？说实在话吧，我实在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但是问了好几家了，你们说都不值钱。对，我这心里心灰意冷啊。那心灰意冷就对了。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发大财的机会啊？而且你这种财啊，相当于是毫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300万。如果真值那么多钱的话，那朋友我跟你说，他早就卖了，对吧？他根本不会说轮到你了。其他这个损的话，我也不跟你过多的说了，赶紧把这银元还给那朋友还回去。那好吧，这钱可能不该我挣。那不该你挣。那咋弄？谢谢你了啊！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我这租个房子没想到要发财了。你给我看看这83块银元是不是真的？我可听说这一块能值10来万啊！我看你这都是平级袁大头，这一个10来万太夸张了吧？这和租房子有啥关系？我也瞅瞅。这相当于老天爷白白送给我的。我这1年房租才2万多块钱，没想到竟然让我赚
830万。你这账算的挺美的啊，关键是830万谁给你啊？我看你这一捆总共是10个，总共是9捆，其中有2个少了，数量确实是83罐。这里边装的全是冤大头的话，相当于是83罐冤大头。从上面的评分来看的话，应该是通货状态。这可以给你肯定的估算，这哪一块也没有10万的可能啊。我是为了以防万一啊，以防万一被别人给我调包了，我专门用保鲜膜包出来。这些年份都不一样。冤大头总共发行过4个年份，3、8、9、10，但是真正值钱的只有8年。能上10万了呀，那都得是带版了，像什么甘肃佳子啦，状态好一点的福建版、燕子版，再贵了，要么就是千字版之类的，千字版那都得上100万了。这保鲜膜这不用猜，这里边也没有我说的这些啊。你休想忽悠我不懂啊！我已经找高手问过了，人家张口都给我说了10万一个。你这不是打你的脸了吗？如果他说的价钱对，那确实是打我的脸。但是像这种普通年份的冤大头，给你10万一个，我只能说啊，有点胡扯了。常见的冤大头价格很透明，给你报10万一个，这很明显啊，你这是遇到了那个估高价的骗局啊！你别张口都胡来来啊！我知道恁的同行都是冤家，但是也不至于说你上来就抨击人家说是骗子。主要是你太天真了，应该是第一次接触这种银元之类的，这个不然也不会轻易相信10万一个。我这一直没搞明白的是啊，你这银元应该不是你的，这个值多少钱？这和你有啥关系嘞？这关系大了啊！这是我在租房嘞，床底下找到的，应该是上一个租客，不要了。我发现都不是相当于我的了吗？那无论值多少钱啊，我都说这个你应该联系房东，只要是真银元，别人肯定还会要，因为这个评级银元上面的编号，你看有很多。这都是最近的，很有可能是这几天落下来。我给你讲讲冤大头的常识，评级比啊，都是我们个人拿裸币去评级公司如何评级，大多数常见的年份都是给你看分值给价钱。评级比里边最高的分是 MS65， 现在一块普通年份的冠军分也就是3、4千块钱一个，从65往下数，这个分越低啊，它价格也就越便宜。中间的级别是 AU 状态，50分左右的，其实和你这样。价格大同小异。由于你这些我现在能看到了呀，都是常见的年份，最起码我没有看到里边有8年，也没什么版。就你这83块全是大头的话，现在市场价大概价值也就是8万3左右。8万3？对。照你这样的算的话，那这一块才花到1000块钱一个呀。对对。人家给我10万，你给我1000，这价钱错的太多了。一枚整整错100倍的差价。因为你对银元不懂，我给你普及一下。一般像这种常见年份的冤大头啊，主要是收藏最便宜的银元，市场价非常透明。别说市场价错100倍的利润了，一块价格它就错100，这已经很了不得了。照你这样的说，我还得往北京跑一趟啊！这一夜得错800多万，你说谁给钱过不去啊？那是的，我们普通人确实和钱不能过不去。第一，你往北京跑啊，多花冤枉钱那是必须的，因为估高价骗局啊，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种小白。第二，这些银元无论值多少钱，你千万不能私自处理，联系你的房东寻找失主。你不主动联系，过2天说不定啊，别人也会主动找你的。这事儿你别管了，反正你这个价钱我非常不满意，我来转转吧。好，拿着。来，老板，你看我这银元啊，昨天老丈人给我一个银元，让我请他吃一顿火锅。我感觉这300块钱花的太冤枉了。老丈人他这不是送给你一个银元吗？你请他搓一顿那多正常啊。更何况人家还送你一块冤大头，而且还是一块8年的，这一眼大开门啊！我这人有个习惯，无论跟谁打交道，干啥事都不能吃亏。这块银元卖不到300，我吃大亏了。老丈人又不是外人，有时候吃点亏太正常了。而且我看你这个8年还不是普通版呢，你看纽扣罩，这夹克这个地方有运珠，包括这个边齿上面有5个顶珠，这个版是纽扣罩，有运珠下无珠，笔面状态最起码无伤无戳。你就按通货品相来看，谁告诉你卖不到300？俺朋友啊，他这个最多给我出200块钱，说买回来给他儿子打个手镯。用价格再高都花不来了。那你用银元加工一手镯肯定花不来啊！银元一旦毁坏，它就是一堆废银子啊，而且银子还不纯。
像袁大头才89%的含银量，关键是你拿这个去加工手镯，你中途还得给人家师傅工钱，你还真不如去直接买成品啊。对，我朋友都这样说的。哦。所以我一听之后，我心里就特别难受。这次让我老丈人占我便宜了。那你这个人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了。你跟那老丈人还这样算计，就凭你这性格，我感觉那朋友也不会多给你钱啊。你想想，跟老丈人吃顿火锅花300，你自己吃一半你还计较，你就算值200，你这也不是赚50了吗？对，你这样算我心里好受点，是吧？我朋友毕竟是个门外汉，不像你们经常玩这个的啊。你看能不能多给出100？何止是能多给你出100，你往后加个0都可以啊。你不知道8年的袁大头，他是袁大头里边最贵的年份，他在我们行内称为8爷。你要碰到那些想赚你便宜的，你张口要300，人家二话不说，立马就给你成交了。你说的非常的对，我也觉得你这个人实在。反正我是啥也不懂，你看着帮忙看看，你能值多少钱？从咱俩这个交流中来看啊，你确实是啥都不懂。其实一块银元重也就26.8克，你现在按市面上的银价去卖，差不多也就将近200块钱的碎银子钱。当然，你无论啥样的银元，你都不可能当破烂卖了，因为银元是不可再生的东西，它的数量它固定过去就发行那么多。你像过去很多人因为不懂，都傻傻的去拿去加工手镯了，他们确实是想不到，现在银元一块竟然能涨那么多。就以普通年份的袁大头为例，一块现在都800到1000了，品相好了还能加价。而你这种8年啊，是大头4个年份里边纯食量最少的。刚才也跟你说了，你这个板也不是普通的8年，因为8年的板比较多，所以很多人啊喜欢抽板。而你这个有云珠下无珠，你搁平时很少见，所以说是流通的品相。现在200的基础上，我能再给你加2000块钱。我太懂你们了，你们这做生意还得留点利润。我是没想到，这以前这加工手镯，现在竟然一下子这么贵。你说的对，以前那些爱答不理的银元啊，现在都是高攀不起了。因为过去这个回馈的也不少，加上现在银元都是无机文物了，尤其是那些纯食量少的、品相好的，那价格还真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。朋友也是的，张口都给我200，太让我伤心了。那是。令我欣慰的还是俺老丈人，这一下午让我赚到一笔钱。那是，那你这确实是大赚一笔，正如你所愿。根本这个钱啊，再吃几顿火锅也花不完。没卖给那朋友也是对的，一般我们个人对这些东西都不懂，所以他们给的价钱都不靠谱。想卖银元，想卖一个好价钱，具体还得找我们这样的专业人来卖。张总，这个银元是你留着还是变现？变现吧，我说的一点用都没有。那行，那我给你算算。啊。没想到这个俺朋友2万块钱，抵回来一块10来万的银元，你看看便宜点卖给你吧。我看你这个是带底光的 MS 龙阳，但是入的是咱国内的盒子，恐怕卖不到6位数吧，我先瞅瞅。本来它价值是10来万啊，今天给你打个5折但是你必须给我现金，这一次也让你大赚一笔。这说的挺好啊，恐怕这真高了下我还没钱赚，因为你这个是国内的盒子，评级分数确实挺高。MS63相当于是季军分了，状态确实不错。你看这壁面2面都带底光，这灯光一打，这转光是闪眼。这如果进皮盒能给63分的话，前年2年确实能卖10来万的价格。现在恐怕你这个本钱啊都很难回本啊。不对吧？我可是找人估过价了啊！前2天还给我开10万块钱的价钱嘞。这几天不可能一下子就不值钱吧？2天的时间不可能一下子值价那么多。对呀，我刚才给你举例说明了。你这个加成入的是皮盒，前2年10来万的市场价，现在是国内的公播盒子，它不可能值10来万。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，现在我还能联系到这个专家嘞，他今天还给我打电话，说了让我去上海找他。去上海就这一块银元，你都跑到全世界也给不了你10万，你这是遇到网上估高价的骗局了。之所以给你估到10万，他们完全是为了后续想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。你这幸好也没去找他们，找他们你也是白忙一场。我主要是没时间。去上海一来一回得好几天。那是。我等着明天急用钱嘞。正好让你也多赚点。你的落脚点是好嘞，关键是63的江南嘉诚入了国内的盒子，咋赚钱？刚才跟你说估高价的骗局了，他们无论真假他都会给你往高了估。你就是假了，他还能给你估到10万。
而现实生活当中啊，这种 MS 的江南家的人，他这个状态虽然说非常好，但是现在上不了万。你别忽悠啊！咱俩的价钱越说越少了，再跟你聊两句，恐怕只能给几千了。我可是借给他2万啊！哎呀，你就是借他10万，也不可能就能卖10万。我们看姻缘能值多少啊？从不管你们的私事，我们只看姻缘的状态。首先说这个平底盒子啊，我们常见的都是皮盒、N 盒，要么就是国内的一些盒子。对，首先比较盒子的知名度。数1数2的仍然是 PCGS 和 NGC，而我们国内的盒子啊，评分水分大，人情分比较多，所以这个用分质，你和皮盒相比，那价格差距巨大。然后姻缘啊，这个想多卖钱，它的这个币种也是非常关键的。你这个是江南甲辰，江南8个有机年里边纯食量最多的一个年份，江南币里边最贵的当属老龙和戊戌。如果你这2个是挂着其中的一个，能上几十万应该是没啥问题。实说啊，你这个甲辰状态确实不错。你看笔面2面带底光，也确实是 MS 未流通的状态。63分的市场价，现在我感觉啊，应该在1万左右。哎，你看看，越估越低了吧？就我这个品相啊，专家就说了，好像是万里挑一，就没见过这么好嘞。这个品相确实是不错，状态 MS 63分的确实少。因为江南过去经济比较好，它的姻缘都是10个江南9个戳，像这种未流通的呀，这个平时确实很少遇。但是现在姻缘行情啊都比较透明，63分也暂时就是我给你估的这个价钱。那为啥别人能给10万，你能给1万元左右？这不是明白想黑我的姻缘吗？我本来还想让你挣钱嘞。挣钱谈不上，黑你的姻缘更谈不上。刚才已经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，估高价它只是一个骗局，值1万给你估10万，然后回去想黑你的钱，然后这个姻缘本身就不值钱，你说我咋管挣钱嘞？我建议你啊，多去实体店去问问价格，你啥都懂了。太难为去吧。我让看好了，你都是想黑我的姻缘。好吧，那好吧。我还是找我的专家挣我的10万。行，那你再去转转吧。我这个女婿啊，我对她太失望了。咋了？我过70大头的时候，她说我外国货，这不值钱，我要干啥？咋会不值钱嘞？你这个是31.5克的1两长条金锭，在我们行内俗称小黄鱼，这可不是什么外国货，这是正儿八经地地道道的中国东西。少唬我不识字啊！是不是啥？我有语我能看出来，这名上明明写的就是英文，这不外国就是啥？这盒子上标注的确实是英文，这我得给你解释一下。这个盒子币啊，是美国 PCGS 的评级公司，评级公司是美国的，但是里边装的这个1两小黄鱼，它确确实实是咱中国铸造的。你看这盒子上面标注的有它的年份，1949到1951，这是1949年前后生产的，正儿八经中央造币厂铸造的金条。俺女婿也告诉我，这是1两的金条。但是我朋友又称了，2万元的盒子加在一起才1两重。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有误会在里面。检验小黄鱼的真假啊，并不是单纯的依靠重量来确认的，你要打开官网，仔细对比它的细节。你看过去1两啊，它是31.5克左右，现在的1两是50克，本身2者计重单位它都不一样，再加上你这称啊，应该是有误差。咋可能是有误差嘞？我朋友他家是卖菜的，在他车上显示的就是1两多一点，1两多一点就对了。本身1两的长条，它就31.5克了。你看这上面标注了有它的重量，再加上外边的这个盒子，这也得有30多克。本身称黄金啊，就得用电子秤，精确度高。你用买菜的秤，算是杀鸡用牛刀了。所以这里边有误会。我觉得没有什么误会啊。俺朋友来经常玩那个铜钱，他最多给我500，这是啥黄金呢？你这肯定是过去的古董黄金啊，那朋友只给你500，那只能说明他不识货。一般往铜钱里边，他手里边都没啥钱。你想想，一个铜钱才几块钱，贵一点的几十几百，他给你出500啊，这也说明不了啥。我看现在有什么鸡毛人，这该不是鸡毛人嘛？我的朋友不会给我乱出价。恁朋友不会给你乱出价，相比恁女婿更不会骗你啊。你这个朋友要么是真不懂，要么就是想忽悠你，也只有这2种可能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不是金包银，因为金银的比重不一样，就像这么大尺寸的，对吧？它不可能是银子，即使是银子，它也不可能有31.5克重的重量。
所以不是什么金毛银。还有分辨过去的古董啊，唯一的参考标准就是它的字口，因为过去的书写字体啊和现在的区别很大。你看橙色4两这4个字，很明显和现在的这个书写字体都不一样，包括上面的阿拉伯数字的大小、位置，你这都可以在官网上查询得到，仔细的区分出真假。你这个小黄鱼啊，平均分数你看给到了 MS61分，上面的字口，包括背面的，你看一下它这个长布图，都很完整，确实能达到微流通的状态。依我看啊，没有一个2万5、6，你这还真买不到啊。啥子2万5、6？这价格你怎么衡量过来的？哎呀，房间一克现在不是300吗？你别忽悠我啊！我不忽悠你，我忽悠你干啥？黄金30-100一克啊，那都是2-3年前的价格了。现在市面上的黄金都500-600一克了。再说你这是过去的古董1两的小黄鱼，肯定不能按现在的黄金算啊。这里边啊，多少它是有一点古董价值的。照你这样说的话，我邻居对我还不赖呀。可惜我昨天打电话骂了几句，这办事办的有点鲁莽了。那你确实是办了鲁莽了，在没有搞清楚状况之前，你这发表发的有点早了。不要一味的听信恁朋友乱估价，因为他啥都不懂，说不定给你报五官啊。恁朋友想捡你这个漏嘞，你这也不能白白的冤枉那女婿。现在这个小黄鱼啊，这一下子值2万多了，你这得抓紧时间给他赔礼道歉啊，不然以后恁咋见面？你说的对啊，现在我回去给他道歉去，不能错怪孩子。好，给，还拿着。没想到我收个破烂能发大财，5千回收6块稀世珍宝银元，这一下子能卖350万。我看你这6块银元啊，都比较常见，里边有一块龙阳，应该是有利润的。350万有点太夸张了，我眼瞅瞅。你别连看都没看，你就下结论啊！我这几块银元都是大有来历，全是稀制品样。品相的话，这很一般吧？6块银元这种类倒是挺多的，里边最值钱的就是这个江南甲辰龙，只可惜啊，这个品相一般般。还有就是里边还有一块四川大汉，这是四川的军阀币，币面状态多少带点彩。剩下的这个袁大头和瞻阳其实价位是一样的，只需要看清楚里边是否带版就行了。我感觉你可以小赚一笔。什么叫小赚一笔呀？我这350万的价格，别人都已经给我定过价了。我这年纪轻轻就可以提前退休了。350万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确实不少了，但是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骗局，专门给你估高价，你可别信以为真，因为你这都是常见的币种。如果真值几百万，别人不可能5000便宜卖给你啊。卖给我的都是农村人，老两口70多岁了，他们什么都不懂，给我要8000，我给他砍价砍到5000。你这什么都不懂，5000买了幸亏不假，你都不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掏钱买到假币的，连真假都看不懂，要8000，说明这老两口他还懂行情。你看到5000啊，那很有可能他们急用钱。咱俩别在这磨叽了，在350万的基础上，我再给你优惠50万，300万不能少了。你看咱俩说半天了，其实这个价格差距挺大的。如果真值350万，你也不用一下子吐露下来那么多。确实这都是常见的币种，我看你应该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银元，不然不会啊天真的认为这6块一下子能卖350多万。我确实是第一次接触银元，但我也不傻。这个账我还是会算的，6块一起，你给报个价吧。不过你这个运气挺好的，第一啊，你没有买到假币，而且从中还能挣到钱，这已经非常难得了。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那个乱报价了，就拿你这个江南甲辰来说吧，你看你这个江南甲辰啊，当时他给你报多少钱？龙阳100万一个，其他的50万。100万，最贵的江南甲辰，说实话给你报100万，这太吓人了。最贵的江南老龙啊，品相这个样子，它也上不了100万。而你这个江南甲辰，它是江南系列里边发行量最多的，就你这个品相也算是通货状态吧。另外，刚才这里边有个四川大汉，其实这个大汉啊和袁大头的价位其实现在都相当了，好在你这个币面多少带点彩，只能说比剩下的这4块多卖点钱。刚才我说过啊，就是你这4块价位一样，但是在我看的过程当中，发现你这个3年的袁大头，它还是一块带板的。这个3年它是不是一般的3年？袁大头里边你看一下，它这个甲壳这个地方带了一个 O，
这个是欧斑，典型的欧斑。细看啊，你看还有发丝，只不过包浆盖住了。另外这3块啊，这都是通过大头沾染了，7块综合加在一起也就7000多块钱。听你的意思，6块加在一起7000多。对，人家给我350万，你看了半天，你想黑我的东西啊？你想多了，现在是买卖自由，谁也不会给你强买强卖。350万比着7000多，它就不是一个概念。更何况现在做生意都这么卷，不可能一下子出那么多价。刚才我也是给你提醒你，这个估高价它其实就是一个骗局。人家啥也没有骗我。耐心给我讲解。交给他们1000块钱的定金。以后帮我卖了，到时候还给我。帮你卖了再还给你。关键是定350万的高价，猴年马月给你卖不了啊。倒是你那个1000块钱可能要打水漂了。钱虽然说不多，但是讽刺性挺强的。1000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。我建议啊，你去实体店多问问价吧。我也不问了。你这报价太低了。我还是去找那个高手去卖。那好吧。30年前，俺也用北京的2间房子放了一块大直医院。没想到现在一下子升值几千倍，这我瞬间都变成富2代了。哇塞，你这个医院确实不简单。这个是比我们常见的冤大头大一圈1两嘞，而且是样壁里边的大饼一品，奉天规模1两。这如果对的话，这价值确实可观啊。虽说我对医院不懂嘛，但是我感觉啊，这医院是不是荒废了？你看这边上有很多都是生锈了。这不叫锈，这种是医院中的环材包浆。你看中间泛白，是的呀，这2面这都是环材包浆。这种环材啊很难形成，真正的环材有些比医院还贵了。30年前应该没这种医院吧？我看你这个品相状态挺好的，说实话，就是这个环材啊有点太假了。我感觉着也不太舒服，都怪俺老太爷太真性了啊！这医院啊天天装衣服兜里，这上面粘的啊都是他衣服上的灰。这种环材还真不是衣服上的灰啊，因为这个银子它是属于容易氧化的物质，你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它都能生成包浆。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那爷30年前用北京的2间房子放过来一个这个医院，这是属于严重的巨亏。现在北京2间房这可不少值钱啊！那都是30年前的事了，具体能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啊，医院我知道现在能值多少钱，现在得上千万了吧？上千万还是有了。前2年那个拍卖记录好像是2000多万吧，而人家都是乳皮革，而且啊还有高分。但是你这一块是裸壁，虽然说品相好，但是和那种带分的比着，真是相差甚远啊。其实我要求也不高，能给1000万就行了。毕竟现在挣钱也不容易，而我这又不带什么盒子。像这种裸壁大针样壁啊，不入盒确实不行。你想想，第一没有平均公司做担保，第二没有参考的分值，很难有一个具体的价位。别人出那么多钱。要么投资，要么玩，连真假都保证不了，你说别人买回去干啥来？我就猜你们这些实体店啊，该压价了。所以我来的时候啊，我已经找人给估价了。少1000万我还真不卖。这个实体店没有你说的这么压价。一般的东西啊，只要好东西到哪都是好价钱，除非有人不识货。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奉天规模1两。奉天其实指的就是现在的东三省。在过去啊，它是龙兴之地，常年大部分时间由于都是冰雪天地，由于是清朝的朝奉之地，经济不太好，常见的都是那种小银号，要么就是中原，而大一号的银元就很少。而你这个是1两，过去清朝啊，那时候有元两之争，因为咱们银本位是两，自从西方的银元过来之后，就变成元了，72分，所以说你这种样币未发行。既然是未发行的样币，所以说它这个存世量就少。基本上现在有很多这个银元啊，都是评级如何看分参考价的。而你这个状态，实话实说，我看着不太行，尤其是它的环材包浆，这一看就是做上去了，这状态壁面压力也不太好，边齿，这都是咋说啊？整体划一，我感觉是一块真银假币，300块钱一大管。你别胡扯了，不可能是假币。30年前就没有假币。你不能说你收不起就说它假嘞，你没有根据。这个实物状态就是根据，造假自古以来都有。以前军阀造假是老假，有的用银子，有的不是用银子。而你说30年前是90年代，那时候啊就已经有真银假币了。而你这个壁面还行，就是压力不行。
所以说是假币。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，说假都是假的嘛。我既然是假的，为什么网上有人给我出1000万嘞？那既然我能看出来是假的，那如果还有人给你出到1000多万，那想都不用想，那都是网上估高价的骗局。你这个还财啊是可以洗掉的，属于假财，放30年了，银元也不可能是这个样子。我建议你啊，多去实体店转转，先看看真假，以后再说价钱。我觉得不假，没必要再让你们看了。我还是老老实实卖我的1000万去吧。好吧，那好吧。我这个银元宝有人给我出价500万，我害怕卖亏了，今天特意来找你帮忙估价，看能不能多卖200万。我看你这个钉子大小是10两的，顶面发白啊，应该是洗过了。这张口要几百万，这不是搞笑了吗？我也瞅瞅，一点也不可笑啊！我朋友都说好了，3个月之内500万给我凑齐啊！我是想多卖点钱才来找你的。你这个钉子是10两的，果然是洗过了，顶面发白。可以看出来，这个含银量在99以上。先不看辛劳啊，就单说你这10两想卖100万，这确实有点吓人。宣统年、太谷县、主色，可以看出来是官钉。这个银钉的翅膀应该是摔铸过，状态很一般。你这张口给朋友要500万，看来那朋友是一个土豪啊。说实话，我朋友还真不是土豪，平时他就送个快递上来。主要是他想买这个钉子逆袭。买银钉逆袭，我第一次听说。你学习成绩不好，你通过后天努力可以逆袭。你平时送个快递，再学个技术也可以逆袭。首先，他连真假都看不懂，而且还讨那么高的价，这咋逆袭嘞？这里边机密啊，他没告诉我。他已经承诺给我了。这个银钉子拿到南京去，3个月之内给我凑齐500万。你指望一个送快递的给你500万，而且是先卸走。先不说500万能不能给你凑齐，以他的人脉，怎么可能逆袭？再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他把银钉给你拿走，弄丢了，或者不还给你了，你说这咋办嘞？他家的房产证都压在我这里了。拿银钉啊，准备给我打500万借条。反正啊，他说的很坚决。我就害怕卖亏了。哎呀，说实话，你别说500万，5万你也不亏啊！你这是10两的钉子，咋可能值500万嘞？以你说的这些关键词啊，我很清楚的知道，恁朋友应该是上了那个估高价的骗局了。别人给他报500万，这里边绝对有问题。我感觉也有问题。人家给他报价绝对不止500万。不然他不会跑一趟南京，一年不赚。你说他图的啥嘞？咱俩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。我说的是，恁朋友可能被别人忽悠了，上了那个估高价的骗局，而你说的是他给你少报价了。你们俩这是相互猜疑。那我先跟你来说一下过去晚清的银钉，从大到小分别是50两、10两、5两，还有一些碎银子。按价值来估算，最贵的是50两。你现在50两的官钉，大概行情价都是看实物状态来估的，大概到10到20多万不等。而你这种10两呢，你想那上面没有字口的，从大几千到18000不等。而你这种带县名的，这个是山西小宝，平时少见一些，比普通的贵一些，很正常。咱先抛开真假不谈啊，就以你这个品相来看，因为顶面字口你看还算清晰，翅膀多少有一点流动痕迹，加上这个钉子又洗过，大概行情价也就1万多吧。你别胡扯了。我朋友出去他赚的那些，一下子还能给我500万了。你这估价1万多，我肯定不卖给你啊。这个买卖是自由的，能值多少钱？我这也是实话实说，刚才已经给你讲得很详细了。恁朋友找的应该是网上估高价的伪专家，一块10两的银钉，连真假都看不懂，张口就给你几百万，这不是准备忽悠恁朋友？你千万别让他去南京。别扯了，他不去500万怎么挣？我也指望你们实体店给我报1万多块钱，这都不够干啥的，差距太大了。哎呀，差价大，所以这里边有问题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们报1万多，那是他的市场价，8九不离10。给恁朋友报几百万，目的啊就是想忽悠你们的鉴定费。你最好回去跟恁朋友说一说，别让他上当受骗了。毕竟跑快递挣钱还不容易，跑那么远去给别人送钱，你说这何必嘞？哎，你说的都是忽悠我，我不去试试怎么知道嘞？那你去试试吧。